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即将当上门女婿，白狐半夜托梦，带只癞蛤蟆给新娘。这事儿可真够邪乎的。村东头的老王头吧嗒着嘴，跟几个老少爷们儿围坐在大树下，一脸神秘地说着：“老王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说啥事儿啊？”李大娘急性子催促道。老王头嘿嘿一笑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咱村的小李子，你们知道吧？那小子眼看就要当上赵家的上门女婿了，结果，半夜里被一只白狐给托梦了。”“啥？白狐托梦？这不是扯呢吗？”张二狗一脸不信。“你还不信？听我细细道来。”老王头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娓娓道来。小李子全名李浩，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孩子。因为家里穷，爹娘早年又因病去世，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。这不，村里赵家的赵老爷子看中了他的勤劳本分，打算招他做上门女婿，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赵婉儿许配给他。赵婉儿那可是村里的一朵花，长得水灵灵的，多少小伙子梦寐以求。小李子能娶到她，那可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村里人都说小李子这是走了狗屎运，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可谁成想，就在成亲的前几天，小李子却遇到了件离奇的事儿。那天晚上，小李子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里既激动又紧张。突然，窗外一阵风吹过，紧接着一个白影闪进了屋里。小李子定睛一看，妈呀，竟是一只浑身雪白的狐狸，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小李子吓得结结巴巴。那白狐却不答话，只是用爪子指了指门口，示意他跟着走。小李子心里发怵，但又好奇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悄悄跟了出去。白狐带着他穿过村子，来到了一片荒废的坟地。小李子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大半夜的来坟地，可不是啥好事儿啊。就在这时，白狐突然停下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嗖的一下消失了。小李子正纳闷呢，却见坟地中央出现了一道亮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发光。他壮着胆子走过去，一看之下，差点没吓尿裤子。只见一只巨大的癞蛤蟆蹲在那里，背上还驮着一个小巧的玉盒。那玉盒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看起来价值不菲。小李子正愣神呢，那癞蛤蟆突然呱地叫了一声，跳到他面前，用前爪指了指玉盒，又指了指赵家的方向。小李子心里明白，这肯定是白狐让他把玉盒带给赵婉儿的。他也不敢多问，抱起玉盒就往回跑。回到家后，他把玉盒藏在床底下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，小李子顶着熊猫眼，把这事儿跟赵家说了。赵老爷子一听，眉头紧锁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白狐和癞蛤蟆到底是咋回事儿？不过赵家也没敢声张，生怕这事儿传出去，影响了女儿的婚事。于是赵老爷子悄悄找了村里的老道士来看看。老道士一听这事儿，眼睛一亮，连说：“这事儿不简单呐，那白狐和癞蛤蟆肯定是有些道行的。那玉盒里说不定藏着什么宝贝呢。”说着，老道士跟着小李子来到他家，从床底下取出玉盒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果然有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，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。老道士仔细端详了一番，叹了口气，这玉佩可是个不祥之物啊。它原本是一对儿的，另一块应该在赵家小姐身上。这玉佩有灵性，能护佑主人，但若是两块分开，就会引来灾祸。赵老爷子一听，吓得脸色都变了，那可咋办呢？老道士沉吟片刻，说：“这事儿得靠赵家小姐自己。她得在成亲的那天晚上，
把这玉佩和那只癞蛤蟆一起放到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然后诚心祈祷，才能化解这场灾祸。赵老爷子一听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于是这事儿就悄悄地传给了赵婉儿。成亲的那天晚上，赵婉儿按照老道士的吩咐，把玉佩和癞蛤蟆一起放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。她闭上眼睛，诚心诚意地祈祷着，希望这场灾祸能够化解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，那白狐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他用爪子指了指玉佩和癞蛤蟆，然后又指了指天空。赵婉儿心里明白，这是让他放心，灾祸已经化解了。果然，狂风过后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赵婉儿回到屋里，发现小李子正焦急地等着她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成亲后没多久，赵家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出事儿。先是赵老爷子突然病倒，卧床不起，接着是家里的牲畜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几头，再后来赵家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，一天不如一天。村里人都说这是赵家招了不干净的东西进门了。赵婉儿和小李子心里也犯嘀咕，难道那场灾祸并没有真正化解？这天晚上，小李子又梦到了那只白狐。白狐用他那幽深的眼睛看着他，缓缓地说：“你可知，那玉佩本是一对儿的，另一块在你岳父身上。他若是不愿放弃权势和财富，灾祸就永远不会停止。”小李子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场灾祸的根源竟然在赵老爷子身上。第二天，小李子把这事儿跟赵婉儿说了。赵婉儿一听，眼泪就下来了，这可咋办呢？我爹他肯定不会放弃那些东西的。小李子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事儿得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得想办法说服你爹，让他放弃那些权势和财富，才能真正化解这场灾祸。”于是夫妻俩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赵老爷子。可是赵老爷子却像是被鬼迷了心窍一样，死活都不肯答应。这天晚上，赵家又出事了。赵家的宅子突然着起了大火，火势凶猛，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院子。村里人纷纷赶来救火，可是火势太大，根本控制不住。赵婉儿和小李子拼死救出了赵老爷子，可是家里的东西却都烧了个精光。赵老爷子看着眼前的废墟，终于醒悟过来，原来那些权势和财富都是过眼云烟，根本比不上家人的平安和健康。他拉着赵婉儿和小李子的手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是我错了，是我贪得无厌，才招来了这场灾祸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了。”夫妻俩一听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们知道这场灾祸总算是真正化解了。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在赵家准备重建家园的时候，那只癞蛤蟆又出现了。它蹲在赵家的废墟上，两只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。赵婉儿和小李子心里发怵，不知道这癞蛤蟆又要干啥。就在这时，那癞蛤蟆突然张开嘴，吐出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。那珠子在空中盘旋了几圈，然后嗖的一下飞进了赵婉儿的身体里。赵婉儿只觉得浑身一震，然后眼前一黑，就晕了过去。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周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她站起身来，四处张望，却不见小李子的踪影。她心里一急，大声喊道：“小李子，你在哪儿？小李子！”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婉儿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”赵婉儿循声望去，只见小李子正站在不远处，微笑着看着他。他跑过去，一把抱住他，泪水夺眶而出：“小李子，我好怕，这是哪儿啊？”小李子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，说：“别怕，
这里是白狐的领地，他带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赵婉儿疑惑地问。小李子叹了口气，说：其实那只癞蛤蟆和白狐都是守护这片森林的神兽，他们之所以选中我们，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。那颗珠子是白狐的内丹，他把它交给了你，就是希望你能成为这片森林的守护者。赵婉儿一听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守护森林的神兽。就在这时，白狐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他用那双幽深的眼睛看着他们，缓缓地说：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这片森林的守护者了。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这里的生态平衡，不让任何人破坏它。夫妻俩一听，心里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他们知道这是他们一生的使命。于是他们告别了白狐，回到了村子里。他们用自己的行动，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森林，也守护着村里的平安和幸福。而那只癞蛤蟆也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不过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赵婉儿总能听到一阵悠扬的琴声在森林中回荡。她知道那是白狐在为她弹奏，也是在对她表示感激和祝福。这事儿就成了村里流传的一个传说。每当有人提起他的时候，都会感叹不已，这世间的缘分和命运真是奇妙无比。打那以后啊，赵婉儿跟小李子就成了村里人口中的传奇人物。大伙儿都说这俩孩子被神兽选中了，成了守护森林的大英雄。赵婉儿心里头明白，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。她跟小李子啊，算是被卷入了一场大麻烦里头。起初呢，夫妻俩还挺乐呵的，每天就在林子里转悠，看看有啥需要保护的。可时间一长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儿了。这林子里呀，开始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有的时候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，有的时候又是些会飞的妖精。赵婉儿跟小李子心里头那个慌啊，但他们知道这事儿得扛下来，不能跟村里人说，免得大伙儿惊慌。于是他们每天晚上都悄悄在林子里巡逻，希望能找到解决这事儿的方法。有一天晚上啊，夫妻俩在林子里走着，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叫声。那声音听着跟狼嚎似的，但又带着点人声，听着瘆人得很。他们顺着声音找过去，一看之下，差点没吓尿了裤子。只见一只巨大的狼妖正跟一群小妖精打架呢。那狼妖浑身都是血，看起来凶猛得很。而那些小妖精呢，也不是善茬儿，一个个都拿着奇怪的武器，跟狼妖斗得难解难分。赵婉儿跟小李子躲在树后头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他们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想着这狼妖要是把小妖精们都干掉了，他们就能省事儿了。可谁成想，那狼妖突然一扭头，朝他们这边看了过来。夫妻俩心里头一紧，想着这下可完了，肯定得被发现。可谁成想，那狼妖看了他们一眼，竟然没搭理，转头又跟小妖精们打起来了。夫妻俩心里头那个纳闷啊，想着这狼妖咋回事啊？咋不认识他们呢？后来呀，他们才明白过来，感情这狼妖跟他们不是一路的，根本不认识他们。夫妻俩松了口气，心想这狼妖跟小妖精们斗得正欢呢，他们赶紧撤吧。可谁成想，他们刚转身要走，就听嗖的一声，一支箭朝他们射了过来。夫妻俩吓了一跳，赶紧往旁边一闪，那箭就扑哧一声插在了他们身后的树上。他们定睛一看，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影，手里正拿着弓箭，朝着他们这边瞄准呢。赵婉儿跟小李子心里头那个火啊，想着这人咋回事啊？咋朝他们射箭呢？他们也没招惹他呀。于是夫妻俩大喊一声：“你是谁？为啥朝我们射箭？”那人影一听，嘿嘿一笑，说：“你们俩就是赵婉儿跟小李子吧？我是这林子的守护者，听说你们俩被神兽选中了，
成了新的守护者。我今天来试试你们的本事，看看能不能胜任这活。夫妻俩一听，心里头那个气呀，想着这人咋回事啊？咋这么不讲理呢？不过呀，他们也知道，这人既然能说出他们的名字，肯定对这林子了如指掌。于是啊，夫妻俩决定跟他斗一斗，看看他到底有啥本事。夫妻俩对视一眼，然后一起朝那人影冲了过去。那人影一看，嘿嘿一笑，也朝他们冲了过来。双方一交手，赵婉儿跟小李子就发现，这人影的身手可真不是盖的，跟他们以前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不一样。夫妻俩拼尽全力，跟那人影斗了10几个回合，也没分出胜负。他们心里头那个急呀，想着这人影咋回事啊？咋这么难缠呢？就在这时啊，突然一阵狂风刮过，那白狐跟癞蛤蟆竟然一起出现了。他们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赵婉儿跟小李子跟那人影斗得难解难分，也没上前帮忙。夫妻俩心里头那个纳闷啊，想着这俩神兽咋回事啊？咋不帮忙呢？后来呀，他们才明白过来，感情这白狐跟癞蛤蟆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啥本事呢。于是啊，夫妻俩更加卖力地跟那人影斗了起来。又过了10几个回合呀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人影的破绽，然后一起发力，把他给打倒了。那人影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他看了赵婉儿跟小李子一眼，然后说：“你们俩果然有点本事，我服了。”夫妻俩一听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想着这人也不赖嘛，还挺讲理的。于是啊，他们上前把他扶了起来，然后问他叫啥名字。那人影说：“我叫林峰，是这林子的守护者之一。我一直听说你们俩的事儿，今天特意来试试你们的本事。没想到啊，你们俩还真有两下子。”夫妻俩一听，心里头那个得意呀，想着这林峰还挺会说话的嘛。于是啊，他们跟林峰聊了起来，聊着聊着就发现，这林峰啊，其实跟他们一样，都是被卷入这场麻烦里头的人。林峰告诉他们呢，这林子里呀，原本是一片祥和之地，可后来呀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群妖精，把这林子给占领了。他们到处为非作歹呀，害得林子里头的生灵们苦不堪言。林峰说呀，他一直在想办法把这些妖精给赶走，可一直都没成功。后来呀，他听说神兽选中了新的守护者，就想着来试试他们的本事，看看能不能一起把这些妖精给赶走。夫妻俩一听啊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想着这林峰可真是他们的救星啊。于是啊，他们决定跟林峰联手，一起对付那些妖精。接下来的日子里啊，赵婉儿跟小李子就跟林峰一起在林子里头巡逻呀、战斗啊。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妖精啊、怪物啊，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们得到消息啊，说那些妖精的头啊，要亲自来跟他们决战。赵婉儿跟小李子一听啊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想着这妖精头啊，终于要现身了。于是啊，他们跟林峰一起在林子里头摆开了阵势。等了不一会儿啊，就见远处一阵狂风刮过，然后一个身材高大、浑身冒着黑气的妖精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那妖精头啊，看着赵婉儿跟小李子他们呢，嘿嘿一笑说：“你们就是新来的守护者吧？听说你们有点本事啊，我今天来试试你们的本事。”赵婉儿跟小李子一听啊，心里头那个气呀，想着这妖精头啊，咋这么不讲理呢？不过呀，他们也知道这妖精头啊，肯定是个难缠的家伙。于是啊，他们跟林峰对视一眼，然后一起朝那妖精头冲了过去。双方一交手啊，赵婉儿跟小李子他们就发现啊，这妖精头啊，可真不是盖的。他的身手啊、力气啊、法术啊，都比他们以前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得多。夫妻俩跟林峰拼尽全力呀，跟那妖精头斗了上百个回合，也没分出胜负。
他们心里头那个急呀，想着这妖精头咋回事啊？咋这么难缠呢？就在这时啊，突然一阵狂风刮过，那白狐跟癞蛤蟆又一起出现了。他们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赵婉儿跟小李子他们跟那妖精头斗得难解难分，然后突然一起朝那妖精头冲了过去。夫妻俩跟林峰一看呢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想着这俩神兽终于来了。于是啊，他们也一起发力朝那妖精头冲了过去。双方又是一番激战呢，最后啊，在赵婉儿跟小李子他们跟白狐跟癞蛤蟆的联手之下，那妖精头终于被打败了。他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然后化成了一股黑烟消失了。夫妻俩跟林峰一看呢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想着这妖精头终于被打败了，他们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。于是啊，他们一起欢呼了起来。可是啊，他们没想到啊，这妖精头啊，虽然被打败了，但他的手下们呢，却并没有放弃。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赵婉儿跟小李子他们呢，等待着机会报复。有一天晚上啊，赵婉儿跟小李子他们正在林子里头巡逻呢，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叫声。他们顺着声音找过去，一看之下，差点没吓尿了裤子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去主家干活，夫人忽然冲进他房里说：“快把秀儿带走！”哎，老张啊，你这是急匆匆的干啥去呢？李大牛在村口碰见了老张，见他神色慌张，手里还拎着一个破旧的包袱，不由得问道。老张脸色苍白，喘了口气说：“别提了，这不是主家那边出了点事儿吗？让我赶紧去帮忙。说是他们家的秀儿最近行为举止怪异得很，家里人都吓得不行。秀儿，那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她咋了？”李大牛一听，眼睛瞪得老大。秀儿可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儿，平时温柔贤惠，怎么会突然怪异起来？老张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谁知道呢？反正主家让我赶紧过去，说是要找个懂行的瞧瞧。我这不是正往那边赶吗？”说罢，老张也不再多言，急匆匆地走了。李大牛站在原地，心里嘀咕着：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秀儿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变了样呢？老张来到主家，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香火味。主家老爷神色凝重，见了老张，连忙把他拉到一旁，低声说：“老张啊，这事儿可全拜托你了。秀儿她最近总是半夜三更的起来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问她也不应声。家里人都吓得不敢睡觉，你说这可咋办呢？”老张皱了皱眉，心里也犯嘀咕，这秀儿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？他安慰了主家老爷几句，说：“老爷您放心，我这就去看看秀儿，兴许能瞧出点端倪来。”老张来到秀儿的房间，只见秀儿坐在床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，一动不动。老张轻轻地叫了声：“秀儿。”秀儿没有反应。老张走近一看，只见秀儿的眼神空洞无神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勾走了魂魄一般。老张心里暗叫不好，这秀儿八成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。他刚要伸手去拉秀儿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主家的夫人冲了进来，神色慌张地说：“老张，快把秀儿带走！他刚才又发疯了，在家里乱砸东西，还说要杀人。”老张一听，心里更加确定了秀儿是被邪物缠身。他连忙对夫人说：“夫人别急，我这就把秀儿带走，找个地方好好瞧瞧。”说罢，老张拉起秀儿的手，就往门外走去。秀儿却像是失了魂一般，任由老张拉着，也不挣扎。夫人紧跟在后一路小跑，生怕秀儿突然发起疯来。老张把秀儿带到了村外的一座破庙里。这座破庙年久失修，早已荒废无人。但老张知道，这里曾经供奉过一位驱邪的神仙，
说不定能在这里找到解决秀儿问题的方法。老张把秀儿安置在破庙的角落里，然后点上几炷香，开始念起了驱邪的咒语。然而秀儿却依然没有反应，仿佛根本就听不见老张的咒语一般。老张急得满头大汗，这驱邪咒怎么就不起作用呢？他想了想，决定先问问秀儿最近到底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于是他轻轻地拍了拍秀儿的脸，试图唤醒她的意识。秀儿，秀儿，你醒醒，你告诉老张伯伯，你最近到底遇到了什么？老张轻声呼唤着。秀儿依然没有反应，但她的眼神却突然变得迷离起来，仿佛陷入了某种回忆之中。老张见状心中一动，连忙继续追问：秀儿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，或者听到了什么？你告诉老张伯伯，伯伯一定能帮你解决。就在这时，秀儿的嘴唇突然微微蠕动起来，仿佛要说什么话。老张连忙凑近去听，只听秀儿用极低的声音说：他回来了，他回来找我了。老张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他是谁？秀儿说的这个他又是谁？他连忙追问：秀儿，你说的这个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回来找你？然而秀儿却再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神越来越迷离，最后竟然昏了过去。老张见状心中更加焦急，这秀儿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？那个他又到底是谁？老张决定先把秀儿带回主家，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这事儿。他背起秀儿，和夫人一起回到了主家。主家老爷见秀儿依然昏迷不醒，急得团团转。老张安慰了几句，说：老爷别急，我已经有了些线索，等秀儿醒过来，我再问问她。然而秀儿却一直没有醒过来，她就像是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主家老爷和夫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束手无策。老张也愁得不行，这秀儿不醒过来，他就无法知道那个他到底是谁，也就无法找到解决这事儿的方法。他想来想去，决定去请村里的神婆来瞧瞧。神婆来了之后，围着秀儿转了一圈，然后皱着眉头说：这秀儿啊，是被鬼缠身了。那鬼是个男的，生前和秀儿有过一段情缘，后来不知道为啥死了，现在回来找秀儿了。主家老爷一听，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问神婆：那可咋办呢？您一定要救救秀儿啊！神婆叹了口气说：这事难办啊，那鬼怨气太重，我恐怕降不住他。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试试。啥办法？您快说。主家老爷催促道。神婆说：办法是有，但得秀儿自己配合。我得先让她醒过来，然后让她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和死因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找到他的魂魄，替他超度，让他离开秀儿。主家老爷一听，连忙点头：行，只要能让秀儿醒过来，您说啥都行。于是神婆开始施展法术，她点燃了几炷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在秀儿的额头上贴了一张符纸。不一会儿，秀儿竟然真的醒了过来。秀儿一醒过来，就神色慌张地说：他回来了，他回来找我了。主家老爷一听，连忙问：秀儿，你说的这个他到底是谁？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帮你解决。秀儿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，然后低声说：他是我的情郎，他死了，是被我爹害死的。众人一听，都愣住了。原来秀儿在几年前曾经和一个外乡的青年男子相爱，然而主家老爷却嫌弃那男子家境贫寒，硬是把他们拆散了。那男子因此心怀怨恨，离开了村子。后来不知道为啥，那男子竟然死了，而现在他的魂魄竟然回来找秀儿了。神婆听了秀儿的话，点了点头说：
原来如此，难怪那鬼怨气这么重。秀儿啊，你得告诉我们那男子的名字和埋尸的地方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找到他的魂魄，替他超度。秀儿想了想，说：他叫阿强，埋尸的地方，我记得是在村外的那片树林里。神婆一听，连忙对主家老爷说：老爷，您赶紧派人去那片树林里找找看，说不定能找到阿强的尸骨。主家老爷连忙点头，派人去了村外的树林。不一会儿，派去的人就回来禀报，说在树林里找到了一具尸骨，看衣着打扮，应该是阿强没错。神婆闻言，心中有了计较，她让众人准备好纸钱和香火，然后带着秀儿和主家的人一起去了那片树林。到了树林之后，神婆开始念起了超度的咒语，然后把纸钱和香火烧给了阿强的魂魄。不一会儿，就刮起了一阵阴风，仿佛阿强的魂魄真的被超度了一般。神婆见状松了口气，对众人说：好了，阿强的魂魄已经被超度了，他应该不会再回来找秀儿了。众人一听，都松了一口气。秀儿也神色好转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失魂落魄了。主家老爷连忙对神婆表示感谢，然后派人把阿强的尸骨好好安葬了。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几天后，秀儿又开始出现之前的症状，半夜3更的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主家老爷见状，吓得连忙去找神婆。神婆来到主家，看了看秀儿，然后皱着眉头说：这事儿不对劲啊，阿强的魂魄明明已经被超度了，秀儿怎么还会这样？主家老爷一听，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问：那可咋办呢？您一定要救救秀儿啊！神婆叹了口气说：看来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，我得先好好查查，看看秀儿到底是被什么邪物缠身了。于是神婆开始四处打听，询问秀儿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事情。经过一番打听，神婆终于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原来秀儿在阿强死后，曾经去过一次外乡的一个道观，求了一道符咒回来。那道符咒据说可以让人和死去的亲人重逢。神婆闻言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她连忙对主家老爷说：我明白了，秀儿这是被那道符咒给害了。那道符咒根本就不是什么让人和死去的亲人重逢的符咒，而是一道招鬼的符咒。秀儿用了那道符咒之后，就把阿强的魂魄给招回来了。主家老爷一听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问：那可咋办呢？您一定要救救秀儿啊！神婆说：要想救秀儿，就得先解除那道符咒。但是解除符咒需要找到符咒的源头，也就是那道观里的道士，只有他才能解除这道符咒。主家老爷一听，连忙派人去外乡找那道士，行踪不定，外乡又山高水远，这一找便是数月。主家老爷急得嘴上都起了泡，秀儿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，时常会发狂伤人，府里上下人心惶惶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来到了主家门前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背上背着一个破旧的布袋，看上去像是个云游四方的道士。主家老爷见老者模样，心中一动，连忙迎了上去，问道：道长，您可是能驱邪除妖的高人？老者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正是，贫道云游至此，见贵府上空妖气缭绕，特来相助。主家老爷一听，喜出望外，连忙把老者请进了府里，把秀儿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者。老者听罢，皱了皱眉，说：这事儿棘手啊，那符咒非同小可，想要解除，怕是不易。主家老爷一听，心中一沉，连忙问：那可咋办呢？您一定要救救秀儿啊！老者叹了口气，说：贫道尽力而为吧。不过要想解除符咒，
还得找到那符咒的布阵之处。贫道须得亲自去一趟外乡，找到那道士，问个明白。主家老爷一听，连忙点头说：“行行行，只要您能救秀儿，让我干啥都行。”于是老者便带着几个随从，踏上了前往外乡的征途。一路上，老者风餐露宿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在外乡的一座小山上找到了那道观。那道观破败不堪，杂草丛生，显然已经荒废多时。老者走进道观，只见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座破败的香炉，还散发着淡淡的香火味。老者围着香炉转了一圈，突然发现了香炉底部刻着一行小字。老者凑近一看，只见那行小字写道：“符咒布阵之处，须在月圆之夜以心头血为引，方可开启。”老者心中一动，这不就是那符咒的布阵之处吗？于是老者便在那道观里住了下来，等待月圆之夜的到来。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，老者按照那行小字的指示，以心头血为引，开启了符咒的布阵之处。只见一道黑气从布阵之处冲出，直奔天空而去。老者见状，连忙念起了驱邪的咒语，与那黑气斗得难解难分。经过一番激战，老者终于将那黑气驱散，符咒的布阵之处也被彻底摧毁。老者回到主家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主家老爷。主家老爷一听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连忙问：“那秀儿她好了吗？”老者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符咒虽然已被摧毁，但秀儿体内依然残留着那道士的法力。要想彻底根治，还需找到那道士，解了他下的法力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心中又是一沉，那道士行踪不定，如今又不知去向何方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就在这时，秀儿突然在房间里发出了凄厉的惨叫。众人闻声赶来，只见秀儿披头散发，双眼赤红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”老者见状，心中一惊，这道士的法力果然非同小可，竟然能让秀儿变成这副模样。他连忙对众人说：“快把秀儿绑起来，别让她伤了人。”众人连忙动手，把秀儿绑在了床上。秀儿在床上挣扎着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”老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贫道也无能为力了，如今之计，只有找到那道士，才能救秀儿一命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心如刀绞，秀儿可是他的心头肉啊，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，他怎能不心疼？他咬了咬牙，说：“道长，您告诉我，那道士到底在哪里？我就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找到他。”老者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道士行踪不定，贫道也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。不过贫道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试着引他出来。”“啥办法？”主家老爷连忙问。老者说：“那道士既然对秀儿下了法力，那他必然还会再来找秀儿。我们可以在秀儿身上留下个记号，等那道士一来，我们就能发现他的行踪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觉得这个办法可行，连忙问：“那咋留记号呢？”老者说：“贫道这里有一道符咒，可以隐藏在秀儿的体内，等那道士一来，符咒就会发出光芒，我们就能发现他的行踪了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连忙点头，说：“行行行，那您赶紧给秀儿贴上吧。”于是老者便在秀儿的身上贴上了那道符咒，然后众人便守在秀儿的房间外，等着那道士的到来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众人等得心急如焚。就在众人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秀儿的房间里突然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。众人见状，连忙冲了进去，只见秀儿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脸色苍白，而那符咒正在她的身上散发着光芒。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笑声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道士正站在窗外，
笑眯眯地看着他们。主家老爷一见那道士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怒喝道：“你这妖道，快解了我女儿的法力，否则我饶不了你！”那道士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想解法力，没那么容易，除非你拿出10万两白银，否则休想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这妖道竟然敢趁火打劫。他咬了咬牙，说：“好，我给你10万两白银，但你得先解了我女儿的法力。”那道士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行，只要你给我钱，我就解了她身上的法力。”于是主家老爷便派人去取了10万两白银，交给了那道士。那道士收了钱，果然解了秀儿身上的法力。秀儿一醒过来，便神色好转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失魂落魄了。主家老爷见状，心中大喜，连忙对那道士表示感谢。然而那道士却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虽然解了秀儿身上的法力，但她体内的阴气已经太重，要想彻底根治，还需我为她做法7天7夜方能痊愈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心中一沉，这妖道果然狡猾，又想来敲诈一笔。但他为了秀儿的病，只好咬牙答应。于是那道士便在主家设下了法坛，开始为秀儿做法。然而7天7夜过去了，秀儿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她时常会发狂伤人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”主家老爷见状，心中大骇，这妖道竟然是个骗子。他连忙派人去捉拿那道士，然而那道士却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主家老爷气得差点晕过去，这妖道不仅骗了他的钱，还害得秀儿病情加重。他咬了咬牙，发誓一定要找到那道士，为秀儿报仇。然而那道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秀儿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，最后竟然变得痴痴呆呆，连人都不认识了。主家老爷看着女儿这副模样，心如刀绞，却也束手无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的老者来到了主家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背上背着一个破旧的布袋，看上去像是个云游四方的道士。老者对主家老爷说：“贫道可以治好秀儿的病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喜出望外，连忙问：“啥条件？”“您说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答应。”老者说：“贫道需要一件至阳之物，才能驱散秀儿体内的阴气。我听说你家祖传有一块至阳宝玉，我想借来一用。”主家老爷一听，心中一惊，那块至阳宝玉可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啊，怎么能轻易借给别人？但他为了秀儿的病，只好咬牙答应。于是老者便用那块至阳宝玉为秀儿驱邪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秀儿体内的阴气终于被驱散，她也逐渐恢复了神智。主家老爷见状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连忙对老者表示感谢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秀儿却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她说：“其实那道士是我找来的。”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捕头逛街，见卦师每卦必应，他掏出铜镜，破获惊天悬案。您瞧瞧，这位卦师可真神啊，算一卦一个准儿。热闹的市井街头，人群熙熙攘攘，纷纷围着一个摆着小摊的卦师。那卦师身着青衫，头戴方巾，一脸仙风道骨的模样，正对着一位妇人指点迷津。“您这卦象显示，家中长子近日必有喜事，不信您回去等着瞧。”卦师微微一笑，眼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。那妇人满脸惊喜，连声道谢，掏出几枚铜钱放在卦师面前，心满意足地离去。捕头赵铁柱正巧逛街路过，见这卦师如此热闹，不由得心生好奇，停下脚步。他身材魁梧，满脸络腮胡，一双大眼睛透着精明。“嘿，这位卦师，您这卦准吗？
赵铁柱挤到卦师面前，试探着问道。卦师抬眼一瞧，见赵铁柱一身官服，气宇轩昂，心知此人非同小可，但仍是一脸淡然。这位官爷，我这卦自然是准的，不信您试试。赵铁柱嘴角一咧，行，那您给我来一卦，算算我今儿个有没有艳遇。卦师微微一笑，伸手在卦筒中摇了几下，抽出一支卦签，仔细端详片刻，眉头微皱。官爷，您这卦象显示，今儿个您恐怕是遇上麻烦事儿了。艳遇倒是没有，不过什么？赵铁柱眉头一挑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疑虑。卦师沉吟片刻，不过您若是能跟着我这卦象指引，说不定能破获一桩惊天大案。赵铁柱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。卦师，您这玩笑可开大了，我这捕头可不是吃素的，大案小案破了不少，您这卦象还能指破案？卦师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赵铁柱心中越发好奇，决定暂且跟着卦象看看，于是道：行，那您说说我这卦象指引我往哪儿走？卦师伸手一指，您往东走，不出3里地，自有分晓。赵铁柱将信将疑，但仍是一抱拳，好嘞，那我今儿个就瞧瞧，您这卦到底准不准？说罢，赵铁柱转身往东而去。3里地外是一片荒废的乱葬岗，平日里除了赶尸人和野狗，几乎没人愿意来这儿。赵铁柱一路走来，心中越发疑惑，心想这卦师莫不是真有2把刷子？正思索间，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微弱的哭泣声。赵铁柱心中一惊，连忙加快脚步，拨开草丛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正蹲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赵铁柱上前问道。那女子抬头一瞧，见赵铁柱一脸正气，不由得心中一松，哭诉道：这位大哥，我被人追杀，逃到这儿来，无路可走了。赵铁柱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侠义之气。姑娘别怕，有我赵铁柱在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你且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女子抽泣着道：我叫小翠，本是城南张员外家的丫鬟，只因无意间撞见张员外与人密谋害人性命，他们便要杀我灭口。赵铁柱闻言怒目圆睁，这帮恶贼真是胆大包天。姑娘放心，我这就带你回去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说罢，赵铁柱便要拉着小翠离去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一阵阴风吹过，小翠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。赵铁柱一愣，心中涌起一股不祥之感，连忙转身四望，只见四周一片荒凉，哪有半个人影？姑娘，姑娘！赵铁柱连喊几声，却无人应答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觉得怀中一沉，低头一看，只见一块铜镜静静地躺在自己怀里。赵铁柱心中一惊，拿起铜镜仔细端详，只见铜镜背面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，隐隐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铜镜忽然光芒大放，镜中映出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正是那卦师。官爷，您果然来了。卦师的声音从镜中传来，带着一丝笑意。赵铁柱一愣，连忙问道：卦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姑娘呢？这铜镜又是怎么回事？卦师微微一笑：官爷莫急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那姑娘其实并非凡人，而是这乱葬岗中的一缕冤魂。她因遭人陷害，冤死于此，魂魄无法安息。我算出您与此事有缘，便指引您前来，希望能借您之手，为她伸冤昭雪。赵铁柱闻言，心中越发诧异，冤魂？这怎么可能？卦师叹了口气：官爷，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您若不信，且看这铜镜。说罢，卦师在镜中轻轻一点，镜中景象瞬间变幻，
映出张员外与人密谋害人的场景。赵铁柱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只见那画面中，张员外与几个黑衣人正低声交谈，言辞之间尽是害人性命的毒计。这竟然是真的！赵铁柱心中惊骇万分，连忙收起铜镜，转身往城南张员外家奔去。到了张员外家，赵铁柱亮出官差令牌，将张员外等人一网打尽。一番审讯之下，张员外等人终于供认不讳，承认了自己害人性命的罪行。原来张员外为了谋取家产，与人合谋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，并将罪名嫁祸给了一个无辜的乞丐。小翠无意间撞见了他们的阴谋，便被他们追杀灭口。案件告破，小翠的冤魂得以安息，赵铁柱也因破案有功，受到了上司的嘉奖。然而这桩案子虽然破了，但赵铁柱心中却始终有一个疑问：那卦师到底是谁？他为何能算出如此精准的卦象？那铜镜又究竟是何来历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赵铁柱再次来到卦师的小摊前。卦师似乎早已料到他会来，微笑着迎了上去。官爷，您终于来了。卦师淡淡地说道。赵铁柱拱手一礼：卦师，多谢您相助破案，但不知您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那铜镜又究竟是何物？卦师微微一笑，伸手一指天边：官爷，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我不过是顺应天命，略施小数罢了。至于那铜镜，乃是上古神器，能照出人心中的善恶，亦能映照出世间万物的真相。赵铁柱闻言，心中越发敬畏，卦师高义，赵某佩服。只是不知您今后有何打算？卦师轻轻摇头：我四海为家，漂泊不定。今日有缘与官爷相识，亦是缘分。今后若有缘，或许还会再见。说罢，卦师转身离去，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。赵铁柱望着卦师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是再也忘不了这个神秘莫测的卦师了。而那铜镜也被赵铁柱视为珍宝，时刻带在身边。每当遇到棘手的案子，他都会拿出铜镜，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丝启示。岁月流转，赵铁柱在捕头的位置上越做越好，破获了许多大案要案，成为了百姓心中的英雄。然而他始终记得那个神秘的卦师，以及那面神奇的铜镜。直到有一天，赵铁柱年迈退休，回到乡下养老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忽然觉得一阵阴风吹过，手中的铜镜再次光芒大放。赵铁柱定睛一看，只见镜中映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那卦师。官爷，久违了。卦师的声音从镜中传来，依旧带着那熟悉的笑意。赵铁柱心中一惊，连忙起身拱手：卦师，您终于来了。卦师微微一笑：官爷，今日我来是有一事相求。赵铁柱一愣：卦师请讲，赵某定当竭尽全力。卦师叹了口气：我虽能算出天机，但终究无法逆天改命。如今我寿命已尽，即将魂飞魄散，但在这世间仍有许多冤魂未能安息。我希望您能继续用这铜镜，为他们伸冤昭雪。赵铁柱闻言，心中涌起一股悲壮之情。卦师放心，赵某定当不负所托。说罢，赵铁柱接过卦师传来的铜镜，只见镜中光芒渐渐消散，卦师的身影也随之消失。从此以后，赵铁柱便带着铜镜，继续行走于江湖之间，为那些冤魂伸冤昭雪。他的事迹也成为了民间流传的一段佳话。打那以后啊，赵铁柱就带着那面铜镜，走南闯北，给那些冤魂伸张正义。这天，他来到了江南的一座小城，
城里头最近出了件大事儿，说是一家富户一夜之间全家遭了毒手，官府查了许久也没个头绪。赵铁柱一听，心里头那个痒痒啊，心想这回可得让那铜镜显灵。到了那富户家里头，赵铁柱一看，嘿，这家人死得可真惨，满屋子都是血腥味儿。他掏出铜镜，对着那富户的遗体一晃，镜子里头立马映出个黑影来。哎呀妈呀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赵铁柱心里头咯噔一下，只见那黑影飘飘忽忽的，像个鬼魅似的。他定了定神，对着那黑影喝道：“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啥要害这一家人？”那黑影也不答话，只是在那里飘来飘去，似乎在故意逗弄赵铁柱。赵铁柱火了，一把抽出腰间的刀，对着那黑影就砍了过去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那黑影一闪就躲开了，赵铁柱这一刀差点砍在墙上。娘的，你还跟我玩上了！赵铁柱骂了一句，追着那黑影满屋子跑。这一追一逃，赵铁柱才发现这黑影似乎对这富户家里头特别熟悉，七拐八绕的，愣是把赵铁柱给绕迷糊了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赵铁柱心里头琢磨着，忽然想起那卦师的话来，这铜镜能映照出世间万物的真相，我得好好琢磨琢磨。于是他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那铜镜默念了几句咒语。这一念不要紧，那铜镜里头忽然光芒大放，把赵铁柱的眼睛都给晃花了。等光芒散去，赵铁柱再看那黑影，嘿，这回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个穿着黑袍子的男人，脸上还戴着个狰狞的面具。娘的，终于露出原形了！赵铁柱大骂一声，提着刀就冲了上去。那黑袍男人一见赵铁柱冲了过来，也不含糊，抬手就是一道黑气打了过来。赵铁柱一闪身躲开了，心里头那个惊讶呀，心想这黑袍男人可不是一般的妖魔鬼怪，得小心应付。于是两人就在富户家里头打了起来，刀光剑影的，把屋子里的摆设都给砸了个稀巴烂。赵铁柱虽然勇猛，但那黑袍男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时间两人竟然打了个平手。就在这时，赵铁柱忽然觉得胸口一热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那铜镜在发光。他心里头一动，心想这铜镜肯定有啥妙用，于是赶紧把铜镜举了起来。这一举不要紧，那黑袍男人忽然惨叫一声，身形一晃就消失了。赵铁柱一愣，心想这铜镜还真有两下子啊。等他再看那富户家里头，嘿，那些遗体竟然都完好无损地躺在那儿了，一点伤痕都没有。赵铁柱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心想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。于是他把铜镜收起来，出门就去报官了。官府一听赵铁柱破了这案子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赶紧把这事儿上报给了朝廷。朝廷一听也是大吃一惊，心想这赵铁柱可真是个能人啊，于是下旨封他为神捕，让他四处捉拿妖魔鬼怪。赵铁柱得了这旨意，心里头那个得意呀，心想这回可是出人头地了。于是他带着铜镜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捉了不少的妖魔鬼怪。这天他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村里头最近出了一个怪事，说是有户人家的小孩老是半夜里哭闹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赵铁柱一听，心想这肯定是有啥妖魔鬼怪在作祟，于是决定去瞧瞧。到了那户人家家里头，赵铁柱一看，嘿，这小孩哭得可真惨啊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他掏出铜镜，对着那小孩一晃，镜子里头立马映出个黑影来。哎呀妈呀，这又是啥玩意儿？赵铁柱心里头咯噔一下，只见那黑影长得像个小孩似的，但脸上却布满了皱纹，看起来恶心极了。他对着那黑影喝道：“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啥要害这小孩？”那黑影也不答话，
只是在那里飘来飘去，似乎在故意逗弄赵铁柱。赵铁柱火了，一把抽出腰间的刀，对着那黑影就砍了过去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那黑影竟然躲进了小孩的身体里头，把小孩给弄得直翻白眼。娘的，你还来这一手！赵铁柱骂了一句，提着刀就追了上去。这一追一逃，赵铁柱才发现，这黑影竟然是个千年厉鬼，法力高强得很。他追了半天，愣是没追上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赵铁柱心里头琢磨着，忽然想起那卦师的话来：这铜镜虽然神奇，但也有其限制，你得好好琢磨琢磨。于是他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那铜镜默念了几句咒语。这一念不要紧，那铜镜里头忽然光芒大放，把赵铁柱的眼睛都给晃花了。等光芒散去，赵铁柱再看那黑影，嘿，这回看清楚了，原来这黑影是个穿着红肚兜的小孩，但身上却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阴气。娘的，原来是个小鬼儿！赵铁柱大骂一声，提着刀就冲了上去。那小鬼儿一见赵铁柱冲了过来，也不含糊，抬手就是一道黑气打了过来。赵铁柱一闪身躲开了，心里头那个惊讶呀，心想这小鬼儿可不是一般的妖魔鬼怪，得小心应付。于是两人就在那户人家家里头打了起来，刀光剑影的，把屋子里的摆设都给砸了个稀巴烂。赵铁柱虽然勇猛，但那小鬼儿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时间两人竟然打了个平手。就在这时，赵铁柱忽然觉得胸口一热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那铜镜在发光。他心里头一动，心想这铜镜肯定有啥妙用，于是赶紧把铜镜举了起来。这一举不要紧，那小鬼儿忽然惨叫一声，身形一晃就消失了。赵铁柱一愣，心想这铜镜还真有两下子啊。可等他再看那小孩，却发现小孩还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赵铁柱心里头那个急呀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铜镜咋失灵了呢？就在这时，那卦师的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了起来：官爷，莫要慌张。这铜镜虽能驱邪，但也得看是啥样的邪。有些邪物可不是这铜镜能对付得了的。赵铁柱一听，心里头那个郁闷啊，心想这卦师咋不早说呢？害得他白忙活了一场。就在这时，那卦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官爷，莫要气馁，你且看那小孩胸前。赵铁柱低头一看，只见小孩胸前挂着一块玉佩，上面刻着个奇怪的符咒。他心里头一动，心想这玉佩肯定有问题。于是他摘下玉佩，对着铜镜一晃，只见镜子里头映出个模糊的身影，正是那卦师。卦师，这玉佩咋回事啊？赵铁柱连忙问道。卦师叹了口气道：这玉佩乃是一件法器，被那小鬼儿给盗走了。如今你虽驱走了小鬼儿，但这玉佩上的符咒却已被破坏，恐怕会引来更大的麻烦。赵铁柱一听，心里头那个惊啊，心想这玉佩咋这么邪乎呢？卦师又道：官爷，你且把这玉佩收好，日后必有用处。只是这村子恐怕已不安全，你还是赶紧带着那户人家离开吧。赵铁柱闻言不敢怠慢，赶紧带着那户人家离开了村子。一路上他都在琢磨这玉佩的事儿，心想这玉佩到底有啥秘密呢？为啥会引来这么大的麻烦？就在他琢磨这事儿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身后一阵阴风袭来。他连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一道黑影正飞快地朝他追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